你不吃肉，全世界的人就会吃掉你。这句令人震撼的话语出自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代表作《素食者》。换个角度来看，这就是韩国版的《狂人日记》，你不吃，人就会把你吃掉。在这个吃与被吃的关系中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？素食者分为3个篇章，分别以丈夫、姐夫、姐姐3个不同视角展开。不同的视角带来不同的暴论，甚至在第1个篇章中，连女性的胸部都被当成男性的附属品。那么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，又深刻探讨了哪些主题呢？故事从丈夫的视角开始。丈夫尹正从来没有觉得妻子英惠是个特别的人，因为自己并不出众，所以在千万女性中挑了又挑，最终选中了平凡不过的妻子。在他看来，正是因为妻子的平庸，所以没有必要为了赢得她的芳心而假装博学多才，也无需为了约会迟到而手忙脚乱，更不用自讨没趣的拿自己跟时尚杂志里的男人做对比。相信大家也听出来了，丈夫就是因为自卑，所以不希望周围的人出色，或者说至少不要比他出色。这便是控制欲强者性格底色的典型体现。即使这样，妻子还是对丈夫很好。她连续5年保持着早上6点起床，为丈夫准备一桌有汤有饭有鱼的早餐。做完这些，她还要去完成副业来补贴家用。妻子很少向丈夫开口提什么要求，也从来不抱怨。只有一点与其他人不同，妻子不喜欢穿内衣。丈夫对此不理解，为什么大家都穿内衣，你偏偏要搞特殊？丈夫不仅仅想让妻子穿上，甚至还想让她加一张厚实胸垫，这样他跟朋友见面时也显得有些面子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已经隐隐约约窥见到诺奖的影子。他为什么会得诺奖？或许他就像一把利剑，试图刺破当时乃至现在的东亚社会，就连女性的胸部都要被当成男性的附属品，就像商品必须要有对外展示的功能一样。看似平静的和谐生活，却被一场梦给打破了。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，因为口渴醒来的丈夫看到妻子独自一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冰箱的门口。丈夫下意识走了过去询问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但妻子只是说：“我做了个梦。”丈夫问什么梦，妻子却说：“现在都几点了？”看到这里，其实我当时自己的第一反应也是想继续问下去，但丈夫完全没有想问的意思，而是开始呵斥妻子奇怪的行为。身为丈夫，他从来不想理解妻子的行为，更不关心她为什么反常，只是因为深夜这一举动已然超出了自己规则之外的范畴。隔天一早，丈夫晚起，着急忙慌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他又看到妻子在冰箱门前，他再次大声呵斥：“你疯了！你怎么不叫醒我？现在都几点了？”妻子没有说话，只是把冰箱的各种肉类都拿了出来，随后都倒进了垃圾桶里。丈夫因此失去了理智，毕竟这些肉加起来整整20多万韩元，折合人民币也就是1000多块钱。丈夫想要阻止，但妻子只是说：“我做了个梦。”丈夫因为工作迟到，没时间跟妻子掰扯，只能骂骂咧咧地穿着昨天的衣服出了门。这是结婚5年来，他第一次在没有妻子的照料下仓皇出门。是的，妻子照顾他整整5年，他没有一句感谢，而现在只有一件事没有做好，他就开始骂骂咧咧。那妻子到底做了个什么样的梦呢？那是一片黑暗的森林，妻子迷了路，走进一个像仓库的建筑物，只见数百块硕大的红彤彤的肉吊在竹竿上，身上白色的衣服早已经被鲜血浸湿。他吃了一块掉在地上的肉，喝着血水，从血腥里看到一张仿佛自己的脸，但又不是自己的脸。听着很恐怖是吧？显然，梦境的元素其实都是来自妻子生活中的压迫和焦虑。肉的意象其实暗示了以丈夫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，而吃肉似乎象征着周边生活慢慢来吞噬人的精神，剥夺人的自由，吃掉人性。而在血腥中看见自己，仿佛又不是自己，则是妻子的意识萌芽。那妻子为什么不敢承认那就是自己的脸呢？后面会有提到。果然，妻子做了这个梦之后，丈夫的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肉食，他成为了一名素食主义者。妻子还说，以后永远都不会有肉了。这丈夫一听就炸了，
痛斥妻子自私、任性，甚至不理智。但实际上，这里丈夫恐惧的并非是无肉可食，因为没有肉，你换个地方吃饭就好了。他恐惧的是妻子正是脱离了自己的规则，在这个家里，他说了算，女人开始不听话了。直到新的一年春天，妻子慢慢成为另外一个人。她不愿意跟丈夫发生关系，因为丈夫身上总有一股肉味，这在丈夫眼里显得是不正常的。他需要有一个解释。他认为妻子肯定是得了妄想症，进而严重到神经衰弱，从而导致胡言乱语。当然，这个片段不仅仅是停留在男女之间，作者韩江只是借助了这个现象，撬起了社会另外的规则。如果你不符合社会预期，你就只能被社会诊断；如果你违背了大众的潮流，你便是病人。拒绝肉食的妻子体型肉眼可见的消瘦，丈夫劝说无效，无奈之下只能拿起电话向岳父岳母打起了小报告。电话那头，岳母得知妻子吃素的消息后这么说：“这孩子真叫人不省心，我真没脸见你啊！”就连极度大男子主义的岳父也向丈夫道歉。对，从头到尾，从来没有人在意过妻子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，她为什么不吃肉。整个过程更像是买家和卖家在沟通商品售后问题一样，丈夫在投诉商品的问题，而身为岳父岳母的卖家则是担心被退货，于是只能疯狂道歉。电话挂断后，丈夫在这一则小报告里获得了莫大的安慰，就好像有人替自己撑腰一样，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又回来了。他并不打算收手，转眼之间就打给了妻子的姐姐，寻找着下一个安慰。说到这个姐姐，丈夫觉得比起妻子，大姨子更有女人味一些。他甚至在大姨子的声音里意淫出了自己的性欲。原文是这么说的：大姨子讲电话时掺杂的鼻音，总是能够刺激到我的性欲，是不是很离谱？别着急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直到妻子吃素以后，岳父岳母时常打电话来劝解妻子，但都没有用。最后只好约定一个日子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。刚好大姨子他们一家行李搬迁，大家就借着庆祝之名，打算实施对妻子的判决。嫌妻子对这件事情全然不知，她除了有意回避与丈夫同床这件事，剩下看起来都很正常。在平静的日子里，丈夫是这么想的，跟这样跟奇怪的女人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全当她是个外人，把她看成为我洗衣煮饭、打扫房间的姐姐或是保姆也不错。这段话在本书的书评里面炸开了锅，各种各样的讨论，各种谩骂。其实能够理解，因为不单单是女性，连我一个男性看完后也觉得毛骨悚然。韩江真的很敢写，她在婚姻里递给了丈夫一个奴隶，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解决丈夫的生存问题和发泄的需求。如果奴隶没有满足奴隶主的需求，不用过问，那他就是有毛病。如果没有毛病，那就只有用这个社会的规则和父母的权威来鞭策他。大家知道，这可是05年的书，可想而知当时的韩国社会是一种怎样的现状。单单的岁月静好肯定是不够的，丈夫觉得长期禁欲是不行的。有一次，他在喝醉酒后强行的与妻子发生关系，妻子不想，但他挣扎无果，只能面无表情地躺在黑暗中凝视着天花板。婚内强奸结束之后，妻子当作没有事发生般收拾残局。丈夫说道：“他那一副像是历经过千难万险、饱经风霜的表情，简直令我厌恶不已。这个商品真的是坏了。”很快，家庭聚会就来了。一家人来到大姨子的新家，妻子依旧一言不发，桌上的东西除了泡菜和米饭，没有她能吃的东西。而丈夫开始挑起了话题：“哦，大姐，这么一大桌子菜都是你一个人准备的呀？你听听，真的哪壶不开提哪壶。”暴风雨终于要来了，大姨子开始让妻子食肉，全家人开始帮腔说着什么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再吃素。”一股压迫感直接向妻子扑面而来。在众人身体力行的劝说下，妻子只说了3个字：“我不吃。”这时，岳父发出极大的怒吼声，直接扇了妻子一个巴掌，命令女婿和儿子架着鹰喙，手抓一块肉就直接往妻子嘴里塞。岳父喊道：“只要他吃一口，就会重新吃肉的。这世界上哪有不吃肉的人啊？”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他只要服从一次，就会永远服从。世界上哪有不服从社会规则的人？就像没有不生孩子的人，只要你生下来，你就会爱上他们。居然不理解妻子为什么不吃肉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反常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而大家只想要改变他而已。于是整个场面变得异常混乱。施暴的岳父、帮凶的丈夫和小舅子、看客的姐夫，以及只有劝解父亲的姐姐。眼看妻子并不屈服，岳父又是一巴掌打了过去。趁着这个间隙，直接把肉塞进了妻子的嘴里。妻子忍无可忍，挣开束缚，发出了吼叫，吐出了嘴里的肉，转身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水果刀。在岳母的阵阵呼喊声下，妻子割破了自己的手腕，鲜红的血好似雨水一般滴在白色盘子上。这时，姐夫冲了上去，夺过了刀，利用自己参军的经验，给伤口进行了包扎，并送去了医院。这里也不难看出，在姐姐新居这一空间内，实际上是存在两对关系的，就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及食物与人、家族成员与妻子。妻子是否食肉，其实是反映了他对家长的服从度，也就是他对男性权利的接受度。食肉在情节中，事实上是与家长意志和父与童话进行深度绑定的。还有在这一段极大的矛盾冲突后，作者韩江还插入了一小段片段，说起妻子小时候的一件事，与之产生更强烈的后劲。他说的是，妻子小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只狗，这只狗咬了自己一口，爸爸就骑了辆摩托车，让狗跟在后面不断的跑，直到狗跑到筋疲力尽，口吐白沫死去。而那个时候妻子说，你这该死的狗居然敢咬我，甚至大晚上的还大摆宴席把狗给吃掉。哪怕妻子吃的时候回想起来，那只狗正在望着自己的眼睛，他也不在乎。这就对应了妻子刚开始的那个梦，他曾在血泊里看见模糊的自己，他也曾是施暴者，虽然他也是无意的，但当时他以为自己和父亲是同类，殊不知今天自己和狗才是同类。故事最后，妻子被送进医院，姐姐和岳母曾来看望过她。从姐姐的话语中能够知道，妻子从小是没有顶撞过岳父的，所以看到反抗的妻子，岳父一时慌了神。所以岳父并不是因为女儿不吃肉才下的手，而是因为动摇了他父亲至尊的地位。岳母还特地带来了黑山羊汤，想骗妻子只吃中药。于是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，妻子终于喝下了第一口。见到妻子服从后，岳母暂时的离开了医院，前往商店去买些东西。岳母前脚一走，后脚妻子就去到了厕所，把刚刚喝到胃里的东西全部都吐了出来，随后打掉了那一袋岳母的东西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岳母回来后大发雷霆，说出了本书的一句金句，更是这本书的一个主题。他说，瞧瞧你这副德行，你现在不吃肉，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。其实就连母亲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她正在试图地吃掉眼前的女儿。那侧面也是说明，如果你不顺从社会分配给你的角色，你必然被社会的规则吞噬，从而社会性的自我。这又让我想起鲁迅的那番话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，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写着2个字，吃人。丈夫送走岳母后，便回到了妻子的病房睡着了。等丈夫醒来，妻子已经不见了。他着急地四处寻找，最后在一处喷泉旁找到了妻子。周围的人对他议论纷纷，说他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。只见妻子紧握着拳头，她那疲惫不堪的脸和像有用口红乱抹、沾有鲜血的嘴唇。整个篇章结尾是这么写的：丈夫搬开妻子紧握的右手，一只被掐在虎口窝壁而死的鸟吊在长椅上。那是一只掉了很多羽毛的暗绿绣眼鸟，它身上留有捕食者咬碎的牙印，红色血迹清晰地蔓延开来。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。其实从结尾来看，妻子掐死一只鸟，则代表他此时的生活与自由是彻底毁灭的。生活对他的每一次冲击，家人对他的每一次伤害，就像那一只小鸟掉落的羽毛。而至于妻子嘴上的血，有些人说是他咬死的鸟，开始向社会，开始向吃货去妥协。
但我不这么认为，我更多觉得是这也是他自己的血，他用鸟体鞭伤的方式理解了他眼中的世界。听完故事，大家可能也会注意到，我总是用妻子、丈夫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两个角色，而不是用他们的名字小郑和英惠。那之所以不提名字，是因为有些时候社会的身份明显是盖过自己的名字的。例如在生活中，你经常能够听到你是某某某太太，那家长之间呢，也会说你是某某某妈来称呼一个人。大家似乎都失去了自我，活成了一个身份。而当你有了一个身份，就必须遵从这个身份带来的责任和义务。比方说，女性就是要做些内助，男性就是要做顶梁柱，女主一定要内，男主一定要外一样。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刻板印象以及社会的规训。韩国是全世界男女薪酬差别最大的国家之一，国家命脉又被一些财阀给把控。韩国女性长期在这种压迫下，就催生了极端主义的女权，但同时也催生出极端的男权主义。从整个故事来看，冲突是源自于素与肉的一个冲突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是有深刻的内核的。它肉可以是具象，也可以是泛指。吃肉是可以代表顺应着某种社会的规则，或者说不得不遵循的潮流。在韩国社会，女性一直都是被要求少说多服从，做好一个称职的贤内助，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功能。当然，归根结底，这些并不是什么性别的问题，而是社会的问题。无论男女都被物化，大家记住的不是你个体本身，而是你身上的责任跟义务，还有功能。你到底是谁，压根没有人在乎。但你跟我们不一样，那就不行。所以这本书总是在字里行间里能够留下一个问题，就如果是你将来不懂的身份里，你会怎么做？好多文学作品总是生活的比喻，它让我们认清生活那部分的现实，让我们观察，让我们反思，让我们继续勇敢的生活。当然，没有任何解说能够代替原著，还有你本身的阅读感受，包括我这个视频，也只是你文学路上的一个搭子。但是好的搭子总是可以一路同行。第二个章节的名字是胎记，文中的叙述方式从一开始的我变成了他，是一个第三视角的一个叙述，说了是姐夫眼里的一个事件。那这个姐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第一个篇章说他虽然是个艺术家，但是呢，家里的所有开销却是由他的妻子来完成的。根据离英惠割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年，从医院出来的英惠顺利和丈夫离了婚，开始独居生活，身体什么的也逐渐恢复。姐夫呢，也开始谋划他新的艺术作品。他去看了一场新的演出，演出结束的时候，在观众为之欢呼的5分钟时间里，姐夫愣是一下都没有鼓掌。他就是这样紧抱双臂，然后默默望着舞者们渴望热烈的眼睛，还有嘴唇。这是书里的原话。有读者说，姐夫应该是个很傲慢的人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了。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对，因为姐夫对这场演出的态度并非欣赏，而是审判。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现场，去看一些脱口秀的表演。如果你有去过的话，你就会总会发现，在演出里面总有一种人，他就是神情严肃，然后手托下巴，该笑的地方他也不会笑，从头到尾就是在挑演员的毛病，似乎显得自己要比台上的演员要强，然后从而获得一种优越感。这是部分雄性动物的特征之一，就你所有的长势，在我的面前都是以竞争的姿态来出现的。显然丈夫对这场演出就是不满意的，他渴望创作出自己的作品。那这么渴望有2个原因，一方面就是还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但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已经2年不干活了，这一段空窗期足以让他焦虑。因为社会的规训之一都是在讲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了收入，他不再是顶梁柱，那么他在这个社会里面就会彻底失去价值，没有一丁点谈判的空间，还有资本。那姐夫是搞什么艺术的？书里面没有说，但是看着就很像某一种人体的艺术，就是在赤裸人的身体上面进行绘画，并且拍摄记录下来人的姿态。所以对于姐夫而言，一个好的模特就是一个好的作品的前提。人像3要素嘛，好的模特加好的模特加好的模特。听到这里，估计也有小伙伴已经猜到了，
理想的模特是谁呢？没错，就是英惠。姐夫觉得英惠要比妻子多了一些东西。虽然跟妻子相比，小姨子的外貌并不出众，但他却从小姨子的身上感受到了某种树木未经修剪过的野生力量，而这些东西就是作品的源泉。说白了，姐夫看重的就是英惠那一种赶在世俗的潮流，依旧做自己的一种特质。那英惠比妻子更能够真实做自己，她想吃素就吃素，她想成为一棵树就敢去跟世俗抗争。这种特质让姐夫特别欣赏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其实他的妻子原本也可以。这个可以，并不是说做他的模特，而是妻子原本也可以做自己。只是姐夫和妻子之间基本没有进行过深入的交流，他只是明白，身为妻子这个身份下的妻子，而并非这个身份底下的女人。这就像我们生活中许多夫妻一样，都是没有进行过深入的交流的。问来问去都是一些生活表面的话，像是什么尽管吃了没有，接孩子没有，家长会谁去，大家都很少走进彼此内心深处。但有的人看似结了婚，其实也就是找了个生活的室友，而并非伴侣。一个偶然的星期天，姐夫借着给孩子洗澡这个话题，就发现孩子身上有一处胎记，偶然就听妻子说英惠的臀部也有一块绿色的胎记。这下姐夫瞬间就来了创作的灵感，让一朵花在英惠的臀部上去绽放。这不就是理想中的模特吗？刚好妻子聊起英惠的情况，说她最近离了婚，然后有一个人待着，由此就很担心她的生活状况。于是姐夫呢就主动提出跟她去聊聊，妻子也同意。那估计听到这里，大家也都看出来了，姐夫的自告奋勇并非全部源自于对英惠的关心。那得到妻子的允许后，姐夫就开始跌落到自己无限的意淫中去。他就对小姨子英惠衍生出了某一种特殊的性欲。果然，竞技就是最好的春药。在这一趴的书评底下，震得最凶的是什么呢？姐夫是借着艺术之名去挥发自己龌龊的性欲，那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姐夫来到小姨子的英惠家中，他门没有关，他自己就开了，门把手就这样进来了。随后就发现一丁不挂的英惠，面对这样尴尬的场景，英惠并没有慌张，而是捡起地上的衣服，然后就这样自然地穿起来，展现出的更多是一种从容。书里面提写，姐夫观察到英惠的身材要比以前好很多，也圆润了很多。这说明人只有在做自己，在舒适的环境里面，才能得到应有的滋养。姐夫就这样简单和英惠聊了几句，他就提出一起去外面走一走。他有一件事想要拜托英惠。很快，姐夫就提出了模特的一个请求，他想在英惠的身体上作画，还请英惠这件事情不要跟姐姐说。至于画什么呢？姐夫说会画一些花。听到花，英惠就给出了姐夫一些反应，答应了姐夫这个请求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英惠会答应姐夫呢？从两个角度来看，第一个是所有人，只有姐夫曾经问过英惠，你为什么吃素？英惠说是梦，姐夫也会追问下去什么梦。就姐夫这个人，他曾经尝试过走进英惠的内心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画什么是很重要的。会从吃素开始，他的生活越来越植物化。他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交际，然后也不太需要太多的食物，不需要阳光和水分。所以听到花的时候，他就给出了他自己的反应，可能也是他向植物化的一个铺垫。到了约定的拍摄时间，这个姐夫就跟妻子打电话，说今晚可能会忙到很晚，没有办法去接孩子。妻子说自己也很忙，那就只能拜托阿姨去接。书里面就说他们没有再多说一句废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近来，他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仅靠孩子连接的，不存在其他任何牵绊的同事关系。这话写的其实非常的真实，许多婚姻呢都存在这种除了孩子以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情况。甚至还有人说，这就是东亚社会夫妻的终点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尼采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他说好的婚姻里面不应该只有爱情，更应该要有友情。就孩子应该是父母爱情的承载体，而不应该是维系品。报告完毕，
英惠也到了，姐夫就开始了他的拍摄。整个拍摄的过程，作者韩江题写得很好，很具备画面感。我给大家念一小段给大家听听。当花茎延伸到右侧臀部时，一朵紫色的花朵彻底绽放开来，花心处生长出的厚实黄色雌蕊，小有胎记的左侧臀部留下了空白。他拿起大笔，在青色的胎记周围上了一层淡绿色，使得那如同花甲的胎记更为突出。这段其实写得很美，与之前前面部分的窥视视角完全不同。这部分可能是作者韩江真正作为一个女性，用笔尖的细腻给勾画出来的。那也有人说，这是每个沉默的女性背那种隐而未发的生命力。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挺好的。完成这部作品后，就英惠问姐夫，自己身体上这些颜料是不是洗掉？姐夫一开始以为英惠是在意这些，但很快英惠表示，她希望这些花一直都在自己的身上。看得出英惠真的是很想成为一棵植物。那这些话呢，让姐夫安心一些。送走英惠后，姐夫连夜回到工作室去剪辑刚刚拍摄的片子，再一次冷落了家中的妻子还有孩子。书中说，姐夫之所以不想待在家里，是因为不想面对妻子那张阴沉的脸。那这里姐夫为什么不想面对呢？单纯是因为婚姻的没有激情，然后无话可说吗？其实不止这里说不想面对，实际上是不敢面对，要更多一点。丈夫当然知道妻子在外工作，是他独自撑起了这个家。妻子本身也没有对这种行为说什么，但有时候就是这种无声或者说沉默，被丈夫当成一种痛诉。这也是东亚社会的一个典型的现状。就对一个父权缺失的家庭而言，男性就会感觉到不自在。这种不自在是源自于自己马并非这个环境的掌控者，他在外无法掌控社会，在家呢又无法掌握家庭，自然而然他就迷失了。同时，这也是男性的一种认知偏差，他给自己上了一种束缚，就好像男主一定要外，女主一定要内的社会规训一样。当男性的另外一半比自己优秀的时候，其实男性是不敢大方承认的，更不敢去肯定对方的付出。因为他一旦肯定，就是间接证明了自己的无能。当然，这本身也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一种体现。但很遗憾的是什么？就是当个体意识到这一层，但是整个社会集体不给予认可的时候，个体的意识作用是有限的。许多人还是会在集体生意中去迷失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姐夫一直不敢回去面对妻子的原因。拍摄完之后，姐夫就去到了工作室，对着片子剪到天亮。他从自己的作品里面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，还有一种满足。不过呢，他看着看着后，发现这部作品虽然很好，但是他好像觉得还不够，因为缺了一种高潮，就像电影中最令人兴奋的情节一样。他立刻想到，如果让全身画满花朵的男女一起来出镜，一起交织的话，一起展示出蓬勃的生命力，那整个画面会不会更美？他越想越有搞头，于是呢，他想找一个男的来和英伟一起拍。不过姐夫知道这个男的肯定不会是自己，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那褶皱的肚皮，然后长满赘肉的侧腰，松垮的屁股，以及那慵懒的大腿线条。那要找谁呢？谁又会同意呢？应该如何说服小姨子去接受这件事情呢？这一段许多读者也都炸了，纷纷表示，你为什么把英惠放在最后一个，似乎默认英惠一定会答应一样，而且你用的词是说服而不是商量。那这里我有自己一个思考，不一定对，但是也可以说给大家听一听。就英惠的意见为什么会被放在最后呢？这是源自于上一次姐夫拍摄，以及英惠给出不想洗掉这些而得到的一些反馈。有些时候，男性本身的细腻程度，他的共情能力是不如女性的。当然了，那这里并不是说男性就完全无法共情，而是说男性只能共情一个月一个的身份，像是母亲、妻子或是同事。在这些身份里面，就你做了多少事情，男性是可以知道的。但是男性比较难共情这些身份底下的女人。所以当英惠走入了这个工作角色之后，姐夫是很习以为常，把她当成她会答应，或者说姐夫会想办法让她答应，而不是直接呢
把英惠当成这件事情的主要人物，会去问一问她的意见之类的。这可能说的有点绕，我来举个例子吧。就像一个常见的家庭中，如果有女性是料理这一切，她洗衣煮饭带小孩，一开始男性还是会表示感谢的，你辛苦了。但是时间一长，男性就很容易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，因为在男性认知中，你就是这个角色，所以你必须承担这个角色的所有义务。那么妻子在家里做什么，丈夫都不会表示感激。那最常见的就是连一句谢谢都没有。那甚至有些人诡辩说，在家里说谢谢是见外的表现啊。我觉得这还挺放屁的。那谢谢你这个词是肯定了对方的付出，表示我愿意共情你，我看到了你的付出，那么我应该也是要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当为你做点什么，而不是让你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做，默默的付出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既共情了这个角色，又共情了这个角色下面的一些身份。那这一段男女其实都是适用的，没有什么理所当然，那更没有什么你觉得。我以为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，其实是要多问对方你到底是怎么想的。那准备就绪，姐夫就叫来了英惠，还叫来了自己的同事。他让同事倔还有英彼此赤裸地完成这部作品。一开始拍的还蛮好的，挺顺利的。到了最后呢，就姐夫要求同事倔和英惠来假戏真做。啊，我的天！那同事倔听了之后，也就做出了极大的反应。他以为姐夫这是搞什么颜色创作，而自己居然要任他摆布。那看到同事的反应这么大，姐夫赶紧连忙的道歉。那许多读者都说，同事倔是这本书里面为数不多的正常人，他身上呢有着正常人该有的言论。同事倔匆匆离开之后，英惠笑着自己对他有了生理的反应，因为他看到同事倔身上的花。姐夫听到这些，以为这是在暗示他，他直接向英惠扑了过去，但最后是被英惠拒绝了。因为英惠说她并不是对同事倔，或者说对在场的任何男性有了反应，仅仅是因为同事摘上面的花。那姐夫得知到这一点后，特地去找了自己的前女友，同样也是画家的 P 女士。姐夫要求 P 呢，在他身上作画，画出花。这一画完，世夫就直接奔到英惠家中去，进去呢也是开门见山，一点废话都没有，直接扑倒了英惠。而这一次英惠也是接受了他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姐夫身上有着颜料的味道。完事后，他们开了灯。这一段韩江是这么写的：他起身打开关走去，显然他没有因为这场5分钟不到的性爱而感觉到疲惫。有读者说这是充电2小时，通话5分钟。完事后的银惠还是欣赏着彼此身体上的花朵，姐夫呢也是把这段素材给录了下来。两人直到天亮才睡去，醒来后已经是下午了。这个时候，姐夫就发现外面的餐桌上好像趴着一个女人。他定睛一看，居然是自己的妻子。妻子看到了自己的丈夫，说自己是联系不到英惠，才上门来找他。一开始，妻子并没有认出英，旁边的男人是丈夫，她是通过拍摄的素材认出了丈夫。妻子的眼神里充斥着各种难以形容的愤怒，还有恐惧以及绝望。姐夫下意识当然想解释，但是妻子提高了嗓门，说自己叫了救护，大姐呢想要把他俩都送进精神病院，因为他认为姐夫和英惠能够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，一定是病了。而英惠呢，只是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，随后独自走到阳台。姐夫本也想走到阳台，然后跳下去，但是他看到了英惠定在那里。结尾是这么写的：他在这反思人生最初也是最后的瞬间里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如同赤焰的肉体，那是比他在夜里拍下的任何画面都要夺目耀眼的肉体。第二部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那从这个结尾来看呢，其实很难说姐夫到底是一味追求欲望，还是追求艺术。因为如果是前者的话，这个时候的姐夫应该是第一时间感觉到慌张而无措，并不会因为阳光下的阴晦而停留，陷入凝滞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就像一幅画一样。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读者在讨论的那个问题，说姐夫是借着艺术之名去挥霍自己龌龊的信誉，他是个禽兽。
当然，这个我们得承认，姐夫身上确实有龌龊的地方，这个怎么洗也洗不掉。但这件事情本身它是非常复杂的，它不仅仅是身份的复杂，更是艺术性的复杂。比方说，姐夫这样的艺术体系里面，有些时候性欲和艺术还真有可能是并存的。姐夫脑中意淫的行为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他同时想要完成一部好的艺术作品也是存在的。所以这一时会儿就很难分清到底哪一个占比比较多。但我是这么区分的，姐夫在英惠和同事身上画画的时候，其实还是追求艺术比较多的，而当自己身上被画满画后，直接奔到英惠住的地方，那就是小头控制大头了，开始披着艺术的外衣去释放自己的性欲。我觉得好的艺术不应该是毫无底线的。如果说为了追求极致的艺术效果，从而去突破一些道德底线、人类的底线，那么艺术就会成为许多人丑恶行为的遮羞布。好的艺术，我觉得更应该是阳谋，它受限于规则，但也更好地利用了规则。顶级的艺术家就是可以在阳光之下给你看到他力所能及最美的东西。那这是素食者第二部分的一个解析。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可以写条弹幕留言告诉我，我们离文学又近了一小步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，也是我觉得最精彩的一个部分。这部分给了很多共情英惠的人一个很大的思考，你将会看到一个所谓普通的女性正在为一个觉醒的女性来进行买单。这是一个现实与理想碰撞的感受，还有思考非常的精彩。第三部分的视角呢，是由姐姐人会来展开的。自从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丈夫和妹妹禽兽逝之后，姐姐呢就把他俩都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后来姐夫呢通过自述很快就被判定为正常人，没过多久就离开了拘留所。而妹妹英惠呢只是继续留在医院里。这一天，姐姐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说妹妹英惠失踪了。在医院里失踪的患者无非两种可能性，一种是下山逃往了县城，另外一种呢是索性躲进了深山里。英惠显然是第二种，她早就想离开了人群。好在最后呢，还是被主治医生给找到了。发现英惠时，她就跟一棵被雨淋滋的大树一样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山坡上。这句话呢，也是第三部分的一个主线，同时也是高潮。英惠从一开始吃素，到如今想变成一棵树。接到这通电话的人会，此时已经照顾生病的儿子好几天了。他一边为儿子跑前跑后，一边照顾在医院里的妹妹，还要随时随地留意她的消息。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完整的睡过觉了，身心俱疲。在前两个部分，观众都是先入为主，一直在共情英惠说支持他，自由支持他变成一棵树。通过这部分的题写，我们才知道他一直在完成自身的一个角色的义务，做好一个女儿，不麻烦父母，做好一个姐姐，对妹妹关心，做好一个母亲，对孩子负责。他唯独少了他自己，他就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这个位置上。我看到这里，我就想到一句话，一个母亲，一个成为母亲的女性，她应该得先是她自己，后才是母亲。还有人说人会是不必共情的，因为就是他把英惠送进精神病院。那故事会如何发展呢？我们得继续看。姐姐在医院里面就听到了英惠的消息，来到医院后，姐姐又看到眼前有个奇怪的女患者倒立在西侧的走廊尽头。姐做梦都没有想到，那个人居然就是英惠。只见英惠用肩膀支撑着地面，血液倒流，憋红了整个双颊。英惠早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一棵树，在姐姐的几声呼唤中，鹰叫似乎才缓过神来。她告诉姐姐，她以前不知道，一直以为树是直立着，但她现在明白了，它们都是用双臂支撑着地面，所有树都是在倒立。这里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隐喻，所有树都在倒立，而倒立本身就是在对抗重力，对抗重力又是在隐喻对抗社会的一个规训。英惠说她现在生活只需要水，于是过了一阵子之后，英惠的身体就开始暴瘦，体重呢不足30公斤，每天十分怪异地躺在床上。她起初呢是靠着打点滴来维持生命体征的，但是后面英惠拒绝配合医院，无奈之下呢，只好选择插胃管的手术，把食物直接喂进英惠的身体里。
在手术之前，姐姐还是想尝试一下自己的办法，让英惠进食，但是最后都失败了。姐姐是有点崩溃的，她就呵斥着英惠说：“你真的不想活了吗？”原文是这么写的，很好。她茫然地感受着自己体内像是炙热的泡沫在沸腾着愤怒。姐姐对妹妹的态度始终是温柔的，所以像泡沫一般轻柔。但是她面对着妹妹想要放弃自己生命的时候，她就会感觉到愤怒，就像炙热的岩浆。而且岩浆沸腾的状态，外在气泡跟泡沫是很相似的，只是内力不同。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发现，韩江的写作功力可见一斑。但这里还引发出了另外一层的讨论，那有人说姐姐是在阻止妹妹觉醒，她不尊重妹妹。那我个人认为，这就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。如果是精神层面，那她确实有这样的嫌疑。但是大家也别忘了，所谓的精神世界、精神觉醒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层面的，否则就很容易变成虚无主义。作为姐姐，她看到的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想要去死任何人呢？看到自己关系好的人自杀都不舍得骂，那更何况是自己的妹妹呢？那此时的姐姐当然不知道什么觉不觉醒呢，她只知道照顾好妹妹是她这个姐姐的一个职责。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就算书里面的内容改成现在姐姐尊重妹妹，你觉醒是吧？ OK， 那我尊重你，你想做一棵树，那你就去吧。但这会儿肯定又有一大批人出来指责姐姐说，啊，你怎么这样，不顾妹妹死活，所以这个角色无论怎么选择都是很难的。还有彻底将来现实层面的话，有一种观点就是说，你想要做自己可以，你要觉醒也可以，但不要给你周围的人带来麻烦。或者说，就算你带来麻烦，也要让自己买单。所以看到这里，我看到有一大部分人已经从一开始同情殷惠，到现在开始同情仁惠。那姐姐看到殷惠还是不回应自己，便想到1个月，妹妹就告诉姐姐，她为什么不能死呢？那这里换作你是姐姐，你听到这样的话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你会怎么回复呢？文中没有题写出具体姐姐的答复，她还是尝试让殷惠吃点东西，因为再拖下去的话，殷惠就必须要做胃管手术。当然，最后还是失败，殷惠失去了意识。那是到如今只能进行手术了。那医生呢，就嘱咐好姐姐在外面等候，因为目睹全程的话会很痛苦。但姐姐一时心软，还是没有照做。手术开始的时候，殷惠一反安静的常态，她用极大的力量在反抗，这就像她反抗世俗一样。整个手术过程异常的艰难。那你说这个过程，仁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理解殷惠的痛苦吗？我觉得不是。仁惠选择照顾妹妹的时候，就说明她已经知道环境给她带来的逼迫和痛苦。只是在仁惠看来，顺从社会的规训就是减少痛苦最好的办法。那在殷惠一次又一次的反抗里，姐姐终于知道了，成为一棵树是殷惠最好的解法。但是姐姐始终无法面对自己身上的责任感。就在殷惠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在那一刻，什么狗屁规训也顾不上的仁惠就冲进了手术室，制止了医生的暴行。他看到手握胃管的助理满脸都是血，还有看到鲜血正在从胃管还有殷惠的嘴里喷出来。那这些血当然可以解读为反抗的过程，突破规则，突破世俗所带来的代价，因为改变本身一定就是伴随着伤痛的。但是韩江在这里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把施暴者的角色设定为医院里的医生。就大众对医生的常规认知呢，是白银天使，是救死扶伤。但这里他们在给殷惠施暴，成了他们这个身份最大的反差。他们极力想要医好殷惠，让殷惠再次进入我们这个正常的世界。这件事情的有趣，就有趣在你要站在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。如果是现实的角度，那没有问题，医生必须这么做，这样才能挽留下一条生命。但如果是文学角度、精神的角度，那么医生也可以被解读为吃人的一份子。手术最后呢，并不顺利，殷惠胃出血，这就导致殷惠必须转去更大的医院进行治疗。故事的结局呢，就是姐姐在殷惠的救护车上紧盯着路边熊熊燃烧的树木，
它们发着无数头站起来的野兽，散发着绿光。他的眼神幽暗而执着，像是在等待回答，又更像是在表达歉意。这段话是全书的最后一段，全书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当然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很多细节没有说到。那最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两个姐妹，仁惠和英惠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。仁惠呢，是家中的长女，在小时候呢，已经学会如何照料他人。她很习惯把自己的感受放到最后，这其实呢，也是很多东亚社会家庭的一个写照。如果你家里有那种负责任的大姐的话，那么她一定活得足够的累，而且还经常被家里人忽视。于是呢，这本书的第三个视角换成了姐姐仁惠的视角，按理来说，她就是这部分的主角。但是读到这里也会让读者陷入矛盾，那一伙同情仁惠，一会觉得英惠过分。读者呢，反复横跳，他也忘记姐妹俩原本是可以不这样的。不同选择的女性站在了对立面，一切的始作俑者却隐于幕后。但幸运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当下这个环境，其实没有那么的极端，因为已经有人站出来呐喊，向整个社会的过程，女性的一些努力，男性的一些努力，大家都能被看到。大家可以用实际行动呢，来唤醒沉睡的人。女性的生活本就有多种的可能，本就是高山，也就像这本书一样，作者韩江最后给我们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，一个光明的尾巴。那你最后觉得仁惠和英会怎么样呢？